小五和妈妈玩耍，同时被吓到，忙在跑走时突然撤回找小五，我都要被这段感动哭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小五和妈妈正在围墙边玩耍，突然不明铃声响起。就这样，小五被吓到了，快速的跑向身后的树上，准备躲避危险。就在小五爬树的同时，芒仔也准备逃离。突然，他想到了小五，然后将自己紧急撤回，然后朝着小五跑去。这就是母爱，不分物种，即使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，也要保护你。看到这一幕时，我真的被芒仔感动到了。小五真的是吓坏了，即使妈妈前来抱住自己，他也不敢下来。最后，在妈妈的安抚下，他从树上胆怯的下来了。最后经过妈妈的一番安慰后，小五不再害怕了，他贴在妈妈身上，又开心的玩了起来。芒仔真的是我见过最爱孩子的熊猫妈妈了。还有一次，小五来上班，梁月因为太喜欢小五，追着他跑了3条街，而梁月蹦蹦跳跳的样子，像极了狼外婆来了。小五那是吓得呀，连地上都不敢待了，直接爬上了木架。哎呀，上了木架还不放心，直接朝着大树爬去，直到爬上大树后，他才敢回头看。看到仔被梁月吓到了树上，芒仔冲过来就对着梁月凶凶。看着愤怒的样子，当时应该骂得挺脏的吧。此时的小五在树上那是一动不动，看到娃儿是真的被吓坏了，然后又爬树来接他。我在偷妈妈苹果，结果外公来了。看到外公来了后，小五赶紧飙演技，装作在晒太阳，结果真把外公给骗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外公来给芒仔母子加餐，考虑女儿芒仔带娃辛苦，还特意给他藏了一个苹果。小五看到外公走后，赶紧从木架上滑了下来，然后一头扎进竹堆里寻找苹果。看到外公走了过来，嗖一下起身，然后飙起了演技，对着外公开始迷之微笑。虽然外公在寻找证据，但小五丝毫不慌，头抬起来，装作在晒太阳。外公没当场抓住，只好作罢离开了。看到外公扭头的瞬间，小五又一头扎进了竹堆中，并且成功找到苹果，然后大口吃了起来。近距离看一下，小五牙齿都还没长齐，怪不得外公不让他吃苹果，吃了半天嚼都没嚼碎，然后就被妈妈发现了。看到妈妈嘴凑了过来，小五一口就把苹果塞进了嘴里。虽然途中妈妈强行争抢，但也以失败告终。然后小五赶紧走开了，来到室内的门前，偷偷的吃起了苹果。哈哈，像不像极了小时候偷吃辣条的你？妈妈不准，躲起来也要吃。最终芒仔还是发现了，但聪明的小五看到妈妈过来，他又准备逃离。看到宋爷爷堆起了福宝模样的雪人，才知道爷爷爱他有多深。前2天爱宝乐园下起了大雪，积雪很深，将爷爷进门一看，雪太大，把竹子都压弯了，然后拿起工具清理起了竹子上的积雪。往年这项工作都是福宝来做的，去年福宝清理积雪的这一幕，不知道乐坏了多少姨。哈哈，当时福宝都被雪砸懵了，当场就生气了，放弃。可惜大雪今犹在，不见当年清雪熊，江爷爷只好亲自上场。不知道江爷爷有没有触景生情，而宋爷爷这边却因为一场雪想起了回家的孙女。在清理完爱宝乐园积雪后，他又马不停蹄的去乐宝院子，堆起了福宝模样的雪人，并且还在雪熊上写了福宝的名字。尽管福宝不在，宋爷爷还是坚持堆了一个送给福宝的雪熊。自从上半年那一别，他再也没有见过福宝。下雪了，他便触景生情，想起了当年玩雪的小孙女，思念无声却震耳欲聋，这样就可以和福宝一起上雪，假装福宝还在爱宝乐园。老宋把他对孙女的思念全用雪人表达了出来。这是福宝的小啾啾，这是福宝的名字，这是福宝的青团，全是爷爷一点一点堆出来的。同时他还在社交平台上表达了对福宝的思念，并且他还希望福宝可以一直快乐的活下去，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大熊猫。此时此刻韩国还在下雪，可着爷孙俩一起玩雪的画面已经一去不复返。希望有朝一日老宋迎来我国看福宝，亲口告诉福宝自己很想他。原来在福宝出生前，爱宝的院子是鸟语花香的，爱宝可喜欢了，走路都要绕开花花草草，连小蝴蝶都喜欢前来玩耍。自从有了福宝这个逆子后，别说花了，就连树都霍霍秃了，花园秒变荒原，真是应了一句话：福宝出征，寸草不生。
果然福宝挨的每顿大，没有一顿是白挨的。比如这天，他又在霍霍妈妈园子的花花草草，爱宝看到后就是一大逼斗，一点都不惯着。如果我是爱宝的话，估计比他还生气，自己的园子就连草都舍不得采，结果你倒好，一来全都霍霍完了。等妈妈走后，福宝丝毫不长记性，然后又被妈妈抓了个正着。哈哈，福宝像极了小时候的我们，不准做的事情就是要做，被打了才知道害怕，但是挨揍过后又忘记了，这真的不怪爱宝生气。你看现在的园子喽，生机勃勃的一片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彻底变成了荒原。虽然现在福宝已经不在爱宝乐园了，但爱宝乐园依旧无法恢复，因为走了一个福宝，又来了辉宝和瑞宝，他们的霍霍力度丝毫不比福宝差。萌兰被亲妈带着时太幸福了，妈妈把她抱在怀里，不停亲吻，这一画面真的好温馨。萌兰婴儿时还是萌萌亲自带的她，当时的萌萌母性极强，在她的照顾下，萌兰白得发光。当时只要看到妈妈儿的视频，她不是在被妈妈抱着，就是在被妈妈亲吻的路上。即使妈妈饿了，只要舔舔妈妈儿就饱了。怪不得萌兰的脑袋有点突兀，原来是小时候被妈妈舔的呀。萌萌有多稀罕萌兰呢？有一次，奶妈拿食物来换萌兰，萌萌把食物吃到嘴里后，玩那是一点都不想给，她把萌兰抱得死死的，一下都不想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。换作是成大的话，只要有吃的玩你随便拿，用完记得还给自己就行。最后奶妈只好拿出加了蜂蜜的盆盆奶，果然大熊猫对盆盆奶没有抵抗力。就这样，萌萌闻到蜂蜜的香味后，把萌兰放在了一旁，趁她喝奶之时，萌兰就被偷走了。当萌兰被送来时，萌萌还确认一下孩子有没有被调包。当闻到孩子熟悉的味道后，她直接一把就搂在了怀里，激动的亲吻。当萌兰几个月大时，其他的小熊都是挖美能手，只有萌兰白得要死，主要是因为爱美的萌萌看到孩子身上脏了，就会拉着他去洗澡。反正妈妈带他的那段时间，他无拘无束，每天都没有烦恼，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个快乐的小熊。直到和妈妈分开的那一天，他都委屈坏了。至此以后，萌兰开始学会长大。好在遇到了发姑奶爸，陪他度过了整个童年。童谣中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没妈的孩子像个草，这真的很有道理。小时候的萌兰太暖了，看到没奶妈倒垃圾，她主动扶着垃圾桶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萌兰看到没奶妈在清理树叶，就快速跑了过去。我以为她要过去捣乱，您猜怎么着？没想到她过去就要抢奶妈的扫把。她的心意奶妈收到了，但这时她确实干不了，奶妈就给她爆开了。没奶妈把她放下后，刚一转身，萌兰又跑了过去。既然奶妈不让自己扫地，她就扶着垃圾桶。疼么么儿的没奶妈怎么舍得让她帮忙了？可是奶妈越阻止，她就越挣扎，还抓着垃圾桶不放手呢。然后她又被奶妈送到了一边。可是萌兰要帮忙的心已决，这下她又跑了过来。看到萌兰过来，奶妈赶紧把垃圾桶抱到了另一边。没想到萌兰还要跟过来，结果没奶妈死死拦住。既然垃圾桶不让扶，看到地上树叶还没清理干净，她奔向铁铲，准备拿过来扫地呢。萌兰真的太懂事了，一心只想着帮忙。最后实在无法，奶妈只好让萌兰扶着垃圾桶。就这样，在萌兰的帮助下，奶妈的清理速度越来越慢。看到这里，我终于明白为啥奶妈不让萌兰帮忙了。萌兰虽然是好心，但她过来简直是帮倒忙。奶妈本来10几分钟就能完成的打扫，这下半个小时过去了，还没有完成。您瞅瞅，还差点将垃圾桶弄倒。但站在萌兰的角度来看，她只想帮助奶妈，哪知道自己好心做成了坏事。反正后面奶妈把萌兰送走了，她又过来又抱走了，抱走了又过来，就这样重复着。